沈南之，你不过一介罪臣之女，凭什么让天子迁都？凭什么让天下百官跪你这座罪城？凭这座城，是我从死人城里养活的。3年前，你们把我全家流放到死人城，3年后，你们跪在这座城下，求他救命。诸位大人，现在还觉得我只是罪臣之女吗？请城主开西都。这是我穿越到这个年代的第3年。3年前，我还只是一个被流放的罪臣之女。罪臣之女，还当自己是京城小姐？到了朔风城，你们全家连狗都不如。半袋糙米换个男娃，老子亏了！把我的治安还给我！是啊，这不是我原来的世界。户部书上说沈怀远之女沈南之，沈家被诬通敌，全族流放北京朔风城。原主死了，现在醒来的是我。末世第7年，我是东翼区幸存者基地后勤官，管粮、找水、修防御墙、抢药、种土豆。粮仓门被打开了，沈南之，撤！粮没丢，人活着就不算数。检测到宿主深陷险境，百工图录开启，绑定宿主沈南之原身份：现代末世基地后勤官。当前身份：大境流放路罪臣女。当前任务：带着沈家活过流放路第1页。失败惩罚：宿主与沈家全员死亡。好，好，好，都有系统了，那我还怕个嘚儿？反了！罪臣之女敢反抗官差！沈南之，你敢杀官差！我见过比这更惨的荒年，也见过比你更恶的人。抢孩子口粮的东西，我见一个收拾一个。现在把你藏起来的粮吐出来，否则今晚这条流放路上，第一个死的就是你。在车底还有马鞍下。捡柴、化雪、烧粥。南之，娘，想哭等活下来再哭。我去捡柴。怕吗？怕就握紧。人只有活下来，才有资格哭。这一夜，沈家不能再等死。南之，这草能吃吗？能退热。你怎么知道？不能说末世，也不能说百工图录。人快死的时候，自然就会了。南之，是爹没用。爹，活着才有用。沈家要翻案，也得先活到那天。沈姑娘，能不能给孩子一口粥？他快不行了。脱水滴热，再拖下去，撑不到天亮。南之，咱们后面的路还长。到了荒城，我们缺的不是粮，是人。一个人活不久，一群有用的人才能建起庇护所。任务完成，活过流放路第1页，奖励基础变草术，百工图录第1册开启，荒年求生。我不只要活，我要带着沈家活到所有人害怕。罪臣沈怀远携家眷流放朔风，此后3代不得离城。县衙安置粮3袋米，收着吧。娘，这米不能吃。哼，爱吃不吃。朔风城如今就这条件，你们沈家不是清贵吗？清贵就饿着。没的不算太深，能处理。听说沈三小姐在流放路上很威风，到了朔风城，劝你夹着尾巴，这里没人把你当人。你叫什么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记账。记什么账？记你今日送美米给我沈家，等我有粮那日，你别跪着来求。你有粮就凭你，沈南之，你怕不是饿疯了？南之，
这米真的还能吃吗？处理好了就能吃。沈燕，清灶台，云堂，找能烧的东西。娘，先把屋里收出来。南芝，这法子真的能行吗？只要不是彻底烂透，就还有救。有用，先让他缓过来。私藏军粮3袋美米，县衙刚送的。将军想要，可以拿命来换。放肆！这是镇北军顾百户，罪臣之女，敢跟顾大人这么说话？你说拿命换，什么意思？他嘴唇发青，眼白发黄，腹痛虚汗，不是饿，是吃没粮中毒。咽下去，想活就别吐出来。你会医？会活命。这碗粥，军营买了。顾大人，你们军营一直吃没粮，朝廷军粮半年未到，能吃什么？父亲当年查的正是边关军粮亏空。顾大人，顾大人，城北老井又干了，军营彻底没水了。是的，树根、土色、蚁穴、风向都会说话。南芝，怎么了？娘，地下有水。朔风城10年没水，怎么可能？树死了，但根没完全干，这里下面有水脉。三姐说有，就一定有。南芝，那是娘留给你日后出嫁的。娘，人都快死了，要嫁妆做什么？沈三小姐这是要给自己挖坟？是挖坟。给你们挖的。疯了吧？朔风城10年没水，她一个罪臣女儿说挖就挖。沈家已经穷得只剩一口锅，她拿什么挖？挖呀，怎么不挖了？沈姑娘，你要是能挖出水，我把这坑里的泥吃了。记住你说的话。三姐，疼吗？比起饿死，不疼。修过防御沟，挖过冻土坑，搬过死人，也埋过队友。每一锹下去，看似慢，其实都是活路。有水，真的有水！谁让你挖这里的？我在救命。你挖的是镇北军旧暗道，暗道一旦塌开，北地探子可直入城中。知道，但这不是暗道。不是暗道，这是水渠。暗道是后来挖的，借了旧渠的壳。你们只知道堵它，却不知道它本来就是引水的。你怎么知道？百工图录不能说，看出来的。一个京城闺秀，能看懂水渠？顾大人可以现在杀我，继续让全城等死，也可以给我1日。若我引不出水，沈家全族任你处置。沈燕，找木板，越宽越好，碎石减小的，先垫底，别拿松的。云堂，旧布条留着封缝。他真能引出水？这里垫石，别堵死，要给水走路。这里堵泥，用布压住。这里开小口先压，别急着扩。她真是京城小姐。都退后！水，真的是水！朔风城有水了！收起来，这东西若传出去，朔风城会招来杀身之祸。为什么？
传说朔风城并非普通边城，而是前朝旧都。旧都龙渠连着前朝水脉、粮仓和军道。当年改朝换代后，这件事被朝廷刻意抹去。难怪军粮断了半年，也没人管朔风城死活。这座城不是被遗忘了，它是被人故意放弃。顾大人，北狄探子现踪，他们知道朔风城出水了。沈姑娘，听说这水井是你挖出来的？不是我挖出来的，是朔风城自己活过来了。水嘛，自然该归官府统管。我和县城大人商量过了，这井以后由我周家的。周老板想管井，可以，先把你仓里囤的粮拿出来，水归全城，粮也该归全城。沈姑娘，说话要有证据。会有的。沈姑娘，我劝你一句，朔风城不是京城，没人会护着你。难知周家在朔风城根深蒂固，连县城都要看他脸色。根深蒂固，那就连根拔起。沈家那小丫头不好对付。不好对付，一个罪臣之女而已。告诉那边朔风城出水了，他们想要水，就该动手了。这真能吃啊？不会有毒吧？脆的，还有点甜。沈姑娘，这东西卖吗？卖，也交。我们有钱了。这还不叫钱，叫种子。云堂，以后沈家的账你来记。我能行吗？你识字心细，记账的人管的是命。罪臣之女卖毒菜，吃死了人谁负责？我负责。你一条贱命值几个钱？周老板说我的豆芽有毒，那就请县衙仵作来验，顺便也验一验周家仓里的朝廷军粮为什么会流进私人粮仓。赤头，是镇北军赤头。北狄3000骑兵已过黑风岭，正往朔风城来，最迟明日午前到城下。封周家粮仓，现在。3000北狄骑兵，3000啊！守不住的，守不住的！临阵脱逃者斩。想走的，现在走。大人，走了去哪儿？北狄过城，咱们家也没了。沈姑娘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挖泥？挖坑埋马。三妹，这些能挡骑兵？挡不了3000人，但能让他们第一轮冲锋慢下来。慢下来之后呢？顾寒州会杀。吃。这是粮。这是命。这东西能存多久？现在这种做法，10日，改良后1个月。从前我守的是一座坟，现在像一座城了。以后会更像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想让所有被丢到这里等死的人都有活路。那我替你守住这条活路。一个罪臣之女也敢碰军粮生意？老爷，要不要砸了他的房？砸？太便宜他了。告他私造军粮，意图谋反。镇北军守城。
放箭！左墙补箭，东门送药，拒马前推。姐姐，我有工钱了吗？有。那能给我妹妹买个馒头吗？能。战争就是这样，不该是这样。北狄主帅下令，明日破城，屠尽朔风。那就让他们死在城外。从今日起，朔风城所有为守城而死的人，家属由城养。顾大人，北狄说只杀军户，不杀百姓，我们开城门吧。你信北狄人的话？不信又能怎样？800残兵，怎么当3000骑兵？你们身后不是一座破城，是你们刚刚挣回来的家。沈姑娘，我能修门，我能做饼，我能上墙。三姐，县城不见了。顾大人受伤了。来骨！我说老骨！封街，观战，屋顶投石。杀那个女人！你伤还没好，你死了，城也没了。守城任务完成一半，是否强行解锁或由配方材料不足，强行解锁将导致宿主高热3日。解锁。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搜集全城油脂、松木烈酒，马上。南枝，你在发热。娘，我撑得住。放。南枝，别管我，把城守住！闭嘴！那是电。你现在出去，是送死。我带人救。不，他等的就是你出城。你要赌？不是赌，是设局。三姐，我能去。去，活着回来。有了这地图，我看你们怎么守。叶沈姑娘救命！谢顾大人收场。沈夫人，救命！你脸色很差。我们赢了吗？赢了这一场。够了。三姐，你吓死我们了。京城来旨了。赏。问罪。
入韩州拥兵自重，沈南之蛊惑军心，私设公方，私拒流民，即刻押解回京问罪。我们刚守住城，他们问罪。我们刚救完城，他们就怕了。那便让他们更怕。回去告诉京城，朔风城不是乱民聚集，是他们放弃的人自己活了下来。南之，京城既然问罪，后面一定还会派人来。那就趁他们来之前，把朔风城变成他们抢不走的样子。阶段任务完成，守住朔风城第一站。奖励：攻防统筹法、水车结构图、简易温棚法。提示：宿主当前身体亏损，3日内不可再次强行解锁。那就看看到底是谁离不开谁。沈姑娘，你又不是官，这令算什么？算活命的规矩。愿意守规矩的留下吃饭，不愿意的现在就可以走。南之，粮仓和工分不能只靠口头，要有策。爹，你来管粮策。当年爹就是因为查军粮亏空才害了沈家。不，是那些偷粮的人害了沈家。这一次，我们把账记得更清楚。不能收，我们自己才刚活下来，再来这么多人，粮怎么够？北敌刚退，粮食紧张，若流民中混入探子，会很麻烦。那一夜，基地没有开门。第二天，门外只剩冻硬的人。开城门不是白养。有手艺的登记入工坊，青壮入修墙队和护粮队，老人孩子进炊事棚和晒粮棚，病人送医棚，木器坊缺人，我会打铁，铁匠归军器棚。粮会更紧，但城会更大。每人1块木牌，3分换粗粮，5分换布，10分换肉。病弱老人也有活，晒菜、看火、照顾孩子，都算基础分。云堂，今日起你负责总账。老子搬了1天石头，凭什么只给3分？你辰时迟到，午后偷懒半个时辰，搬石32筐，比同队少12筐，所以3分。你若不服，可以去找沈姑娘，但账不会改。任务完成，100人有功。奖励：基础城建规划图。先有秩序，再建成。先有粮食，省着吃，能撑67日。冬天至少还有90日，缺23日。水分越少，能放越久，火不能急。老人还集中住暖屋，柴火按户分配，先省炭，再过冬。沈姑娘也有不灵的时候。咽到角度不错了，重来。这才像活人的日子。这东西在血路上能救命，我定3000块。我不要银子，我要种子、铁锅、药材、布匹，还有南方水路图。水路图？水路图。沈夫人，这包药晒到几成？沈姑娘，我们这种逃荒来的也能拿工钱。在我这里，只要做事就有饭吃。老人晒菜，孩子洗豆，伤兵磨药，妇人做饼，青壮修墙。南芝，咱们家好像真的有盼头了。不是咱们家，是这座城。朔风城可以活，但不能活在沈南之手里。罪臣之女不得私营产业，所有公房即刻归官府接管。国防是沈姑娘建的，没有沈姑娘，我们早饿死了。一群刁民也敢议论朝廷法度？赵大人要接管，可以。赵大人既是户部出身，想必都能处理好，听官府的。去把沈南之叫回来！大人，沈姑娘说自己是罪臣之女，不敢插手官府产业。定是沈家军粮饼有毒。现在背对腿。毒下在水里，不在粮饼。
你说水就是水。我看见赵大人身边的随从昨夜往水缸里倒东西，这是他逃走时挂在木刺上的。从今日起，沈家工坊由镇北军保护。顾寒舟，你敢抗命？你可以回京告我。沈姑娘，这么大的轮子，水能推得动吗？只要角度对，就能。能什么嘛？沈姑娘也不是神仙啊。还是失败7次，只说明前7次错了。田里有水了，荒地能种了。你不是在种地，你是在救城。下面是空的，挖。这是前朝旧都粮仓。这样的粮仓，不是边城能有的。这是帝都级别的仓制，分仓、通风、排水、防火、暗帐，全都按国库规格建造。若这消息传出去，京城不会让我们继续查，所以现在不传。南印或许也知道朔风旧都的秘密，这件事暂时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。这是好铁。若有铁矿，朔风城能造兵器。矿洞塌方严重，不能直接进。那怎么办？先支架，再通风，再排水。黑铁矿，顾寒舟，你守得住吗？从前守不住，是因为没人给我粮，现在有你。不是有我，是有这座城。从前我打仗只知道带刀，刀只能杀敌，粮才能让你活着杀完敌。以后我听后勤官的。战神带回来的第一件东西是粮，不错，有进步。南印境内有人高价收购前朝旧都铜牌拓片。南印果然已经盯上龙渠了。南芝，娘从前以为咱们再也过不上人日子了，以后会更好。姐姐，我哥的工钱我今天领到了，以后每月都有。敬你。敬我什么？敬你让朔风城有了烟火气。封城。顾家人早该死绝了。顾家，我本是镇北侯世子，10年前镇北侯率军抗击北敌，粮草迟迟不到，3万大军饿死冻死在雪原。沈家案、顾家案，也许根本就是同一桩案子。这是我从战场死人堆里带出来的。有人用了爹的官印做假令。这不是我的字，也不是我的印泥。我查到边关军粮账上对不上，正要上奏，太子府便派人来请我赴宴。第2日，府中便搜出通敌西书，沈家才被流放至此。沈家查的是粮，顾家守的是边，朔风藏的是国脉，所以他们3者都必须死。我查了10年，只知道秦相和太子都脱不了干系。查吗？查。查到京城。查到金殿。北京经商队都改到朔风了，商路一通，京城就更坐不住了。你怕吗？他们想让这座城死的时候，我怕过。现在呢？现在该他们怕。顾寒舟交兵权，沈南芝交攻坊，沈家人即刻押解回京。京城的刀终于来了。
赵大人还要查什么？账做得好，不代表心干净。那大人慢慢查。沈父没有通敌。证据没了，沈姑娘，你拿什么翻案？谁说没了？现代末世7年，我背过1000人粮仓账目，几十页军粮旧账，我不会忘。南枝，别叫。孝道也不要了。赵大人，你知道你输在哪里吗？你以为我最在意的是一张图、一本账？你们要造反吗？赵大人看清楚，这不是造反，这是民心。沈姑娘救过我孙子，沈姑娘让我们吃上热饭，沈姑娘给我们工钱。知安呢？我的知安呢？京城终于要我去了，那我便去。我不是流放路上等着被卖的孩子了。三姐说，手被绑住不代表脑子也被绑住。太子殿下有令，沈南枝入京后不必让他活着出金殿。那顾寒舟呢？若他敢离开朔风，便扣他谋反。龙渠图呢？先抓沈南枝，再去朔风城。这个消息必须送回朔风。这小崽子倒是机灵，带走。我陪你去京城。你不能走，他们要的是我离开皇城，然后趁机夺城。你若走，朔风城会乱。等我回来。我等你。沈姐姐，拿着，路上换饭吃。等我回来，给你们修心学堂。真的？真的。娘，城里伤兵离不开你，娘守着一旁，等你回来。不是全家等我救，是全家一起把皇城撑起来。大人，真放心沈姑娘入京？不放心。那为何不去？因为她把城交给了我。通敌贼女，滚回朔风城！罪臣之后也配入京？南枝，是爹连累你。爹，京城骂得越响，金殿打脸才越响。这是朔风城军粮饼，1块顶1日，雪地里能放1月。谁稀罕你那破饼？传沈南枝入宫，他刚进京就开始收买人心。哼，无妨，罪臣之女再能折腾，进了金殿也只是一条待宰的狗。陛下有旨，传沈南枝入宫。金殿终于到了，秦相、太子，沈家这笔账你们也该还了。知安还活着？他不止活着，还送出了最重要的消息。南枝，为何不一上殿就喊冤？他们会先咬我们谋逆，等他们咬完，再用粮仓打他们。南枝，你安排。今日不是求饶，是清算。小小年纪，倒有胆子。我三姐会来救我。她自身难保。你不懂，只要她还活着，我们全家就不会输。罪臣之女沈南枝私聚流民，私设粮仓，蛊惑边军，桩桩件件皆是谋逆。父皇，此女不可留。沈南枝，你可知罪？臣女今日入京，不为求饶。那你为何？为沈家翻案，为镇北侯鸣冤，为北境3万饿死的将士讨一口粮。大胆！此处调拨字号是伪造，此处印泥颜色不是户部所用朱砂，此处粮道改线未走户部正账。皇上，
即便旧案有疑，沈南之也绝非清白。他在朔风城建粮仓、修兵器、收流民，顾寒舟拥兵自重，二人分明意图谋反。若朔风城真如他所说，有粮有兵有民心，那才更危险。请陛下严查朔风城。如今朔风城活了，他们急了。报！北敌10万大军南下，京城粮仓空虚，守军不足，边防告急。现在，诸位还要先杀我吗？京城粮仓为何空虚？或许是地方调拨未至，不是未至，是根本没有。粮在权贵仓里，不在百姓碗里；在相府账上，不在军营歌里。陛下若不信，可现在派禁军查京中粮商仓库。查。京中几大粮仓名义空虚，暗仓却藏粮无数，背后皆与秦相党羽有关。朔风城有多少粮？够10万军民吃3月。兵器呢？可武装3万。城防呢？10年内北敌破不了。你要什么？我要陛下重审10年前军粮案。沈南之，你别得寸进尺。臣女只是想知道，3万将士饿死薛元时，太子殿下在做什么？好了，朕答应你，都退下吧。我让你守城。城在人在，你若死了，城也守不住。少峰城是旧都，京城不是唯一的帝都。商队里的凤文铜钱也是南邑的。南邑早就盯上龙区了。顾寒舟私自入京，果然有反心。太子来得真快，本宫一直在等你。我跟你走。顾寒舟，你要活着把案子翻完。押入天牢。朝廷让我们饿，朔风城给我们饭。他不是在发饼，他是在发民心。世子，韩叔，老侯爷不是战败，是被断粮害死的。是沈姑娘？不，是天亮之前，大境该醒了。沈家与顾寒舟谋逆，明日问斩。陛下若不退位，京城今夜便乱。封公，今夜之后，金殿换主。抢粮者，今日吃饱，明日饿死；排队领粮者，3日不断。凭什么信你？凭你们刚才吃的饭是我给的。老人腹肉先领，青壮班粮，守军护街。谁敢动沈姑娘？还能撑多久？京城撑不了多久，陛下，京城怕是撑不了多久了。沈南之，你说京城撑不了多久，那你说该如何？迁都朔风。为何不南迁？江南富庶，粮米充足，岂不比北京荒城？京城是逃，把国门让给一代军粮；北迁是遵守。朔风满城流民，守住了大京北门。陛下，谁才是帝都？朔风万民书送达金殿。朔风不是边关荒城，它是前朝旧都，有龙渠，有地下粮仓，有铁矿，有兵锅坊，有镇北军，也有愿意守国门的百姓。传旨，迁都朔风，改朔风为天启。臣女领旨。沈南之，朕把新都交给你。父皇病重，本宫今日登基。朕北侯血书在此，拦路者便是替卖国贼守门。是。
10年前断镇北军粮者是太子与秦相，卖粮给北狄者是太子与秦相，今日放北狄入京者还是太子与秦相。臣沈怀远从未通敌，镇北侯府3万将士，从未败过。殿下可还认得老夫？10年前你派人烧粮道时，老夫就在雪原。废太子，秦公通敌卖国斩，重审沈家案、镇北侯案，账终有清算之日。三姐，我把信送到了。送到了。北狄10万大军距京城20里。你带人走。那你呢？我断后。10万大军，你带3000人？不是去迎，是去拖。拖多久？够你把人带回天启。带着他回来。若回不来呢？那我就带着这座城去找你。我回来，看你开新都。沈南之，从前我只会守一座坟，后来你给了我粮、药、兵器和百姓。你让我知道，战神不是杀出来的，是一座城养出来的。皇室妇孺居中，粮车、药车分开，轻壮户2翼，伤兵走慢行队，商队开路搭棚。沈姑娘，不过是迁都，何必这么麻烦？迁都不是搬家，是把一国人的命从死城里带出去。沈云堂，对者是否松送？传下去，顾将军还在拖住北狄，队伍继续走。三姐，顾将军会回来吗？继续走。南翼已经出手了。沈姑娘回来了！沈姑娘回来了！姐姐，我有饭吃了。3年前，所有人说我活不过3天。南之，你做到了。还没有。顾寒舟还没回来。迁都天启，封沈南之为天启城主，掌新都粮政、公放、水渠与城建，封顾寒舟为镇国王，统北境军。沈城主。三姐，顾将军会回来吗？会。沈城主，恭喜新都落成。顾寒舟在哪儿？顾寒舟没死，他断后时被北狄残军围困，是我南翼女帝出手，将他从死人堆里救了出来。救人为何不送回？因为女帝想和沈城主做一笔交易。龙渠图，旧都龙渠连通北境水脉、地下粮仓、黑铁矿脉，前朝军道与旧都正统。女帝说，想要你的战神回来，就拿完整龙渠图来换。我早该猜到，南印才是背后的掌控者。女帝只给10日，10日后，南翼水师会在南疆等候沈城主。沈城主，女帝还说，若你不来，她便亲自来取天启城。哦，是吗？传令，造船、练兵、备粮，10日后南下。你想做什么？从今日起，粮仓拨出3成战备粮，兵菇坊昼夜开炉。商队改走南线，探南翼水路，感动顾寒舟，我灭你南翼！告诉南翼女帝，我沈南之养出来的战神，谁也扣不住。他若敢动顾寒舟一根骨头，我就把南翼
也养成我的城。